皇上，奴婢会这杨仪剖腹之术。泽兰，这等凶险之法，你如何习得？回大人，奴婢在吉安所守之时，跟随钟老学习的便是这杨仪之术。荣泽兰，你可有把握能救回二皇子？有把握，但需先知二皇子身中何毒，只有解了这毒，才能实施这杨仪之术，否则毒入五内，就回天乏术了。是断魂草。我皇儿所中之毒是断魂草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荣泽兰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的皇儿！我求求你，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只要你能救救我的皇儿！我求求你。宁贵妃，您应该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。我知道，我承认，当年是我设法谋害了你的母亲，害得你母亲惨死。荣泽兰，你想让我承认什么，我都跟你说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的皇儿！宁贵妃，竟有此事！皇上，先救二皇子，眼下救活二皇子才是最重要的事。至于其他的，该救下二皇子再说。好。吴院判，眼下这解毒之法还有剖腹的方案，我们还需要商量。好。注意，大家都别慌，药的比例按药方子去装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是。必须在天黑前将汤药熬好，若是天黑之后视线受阻，开腹的风险会更大。是。吴大人。荣医师，解毒药已经为二皇子服下，我们前来协助你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，你尽管吩咐就是。吴院判，待会儿开始后，我要为二皇子针灸止疼，劳烦您帮我监控其脉搏。好。各位医官，请协助我进行剖腹操作，切记一定要集中精神，按我说的做。是。宋大人，眼下天色已晚，这烛光虽亮，但剖腹治疗还需要更充足的光线，才能看清细微之处。交给我。针灸包。我先用千斤钉破针，封住二皇子关键穴位，防止失血过多。这有用吗？不用见不着。我又以银针刺入肾腧穴、委中穴、足三里穴，
这是何针法？针灸麻醉，进行局部麻醉，配合我的千金平破针，能确保二皇子不会在剖腹中途因为疼痛而醒过来。这针法玄妙啊！麻醉已生效，可以开始。然而，病因性质，虚灵事不惑，唯当审地盘思，不得于性命之上，率尔自成俊快。花如何了？二皇子死了。二皇子死于剧毒，贵妃娘娘若是早点便告知是何毒物，或许二皇子还有一线生机。都是我，是我害死了我的皇儿。宁贵妃，10年前，你究竟是如何陷害我母亲的？是你做的好事。你说，你是如何知晓二皇子所种的是断魂草？还有茯苓之事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今日若不说个明白，休怪朕无情。皇上，2位皇子坠马之事也已查清真相。说，经查明，有人暗中在皇子的坐骑草料中加入了酒液等，此草会致使马发狂。大皇子策马时，马儿失控发狂，使得二皇子的马也受到惊吓。二皇子未能控制住发狂的马，这才坠马。而后大皇子所骑的受惊马儿，在癫狂之下又踩伤了二皇子。怎么这样？是我害死了我的皇儿！贱人，是你命神在草料中下药，是不是？你当真是罪无可恕，不仅戕害无辜之人，连朕的儿子也不放过，苦毒还不食子啊！我没有想要害我自己的皇儿。那中毒又是怎么回事？
是我错了，是我作恶多端，才会报应在我儿子身上。我原本只命人给大皇子糕点下毒，本想让他毒发坠马，怎料到中毒的是我儿，坠马的也是我儿。你简直罪大恶极！皇上，臣暗中调查，10年前柔妃怀孕，曾多次被人下毒。之前后宫中诸多子嗣早夭，都与宁贵妃与冯明远有关。还有，10年前荣泽兰之母柳福林，便是因为发现宁贵妃给柔妃下毒而被强害。这是臣找到的证据，请皇上过目。皇上，事到如今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。如今我的孩子也没了，我便把这真相都告诉你们。10年前，柔妃怀有身孕，我怎能容忍她生下皇子威胁我儿子的牵扯？我精心策划，对他下手。可是刘福林那个贱人，竟察觉端倪。我怎么会让他坏了我的大事？所以我只能让他永远闭嘴。太后，太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快传医官！太后，奴婢去了太医院，当值的太医要么不知所踪，要么喝醉不省人事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快，赶紧去宫外吴院判官邸，请吴院判来。来不及了，圣母之证。幸好习惯随身常备一些药物。来，太后，太后！太后脉象微弱，危在旦夕。刘福林，你到底对太后做了什么？冯大人，我用治疗哮喘的法子为太后缓解。你还敢狡辩？
皇上驾到！太后怎么了？皇上，柳氏擅自用药医治太后，致使太后昏迷不醒，危在旦夕。她分明就是蓄意谋杀。是啊，皇上，太后本来还好好的，可是用了他的药，太后突然昏迷不醒了。来人，快将凶手拿下！是。皇上明鉴，臣妇是冤枉的。给我拖下去！府令，皇上明鉴，臣妇是冤枉的。皇上明鉴，府令没有谋害太后，求你饶了他吧。皇上。爱妃，你怎么了？娘娘，我屡次给怀孕的容妃下药，都被柳府令识破。本来想除掉他，继续对容妃下手，可是没想到，容妃竟因此动了胎气，早产，还生了个女儿。既然他威胁不到我便饶他一命。你这个心如蛇蝎的杀人恶魔，简直罪该万死！贱人，你当真是蛇蝎心肠，害我子嗣，毁我后宫！我蛇蝎心肠，我会变成今日这般，都是你一手造成的。你才是罪魁祸首！放肆！这何错之有？都是因为你迟迟不立储君。你跟我说过，你说我的儿子是你最看好的皇子，你说过要把他立为太子。结果呢？你对其他儿子也是这么说的。你把我们所有人都当作棋子，在这权力的棋盘上随意摆弄。爹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已有心爱之人，我们情投意合，可是你却为了家族利益，硬生生的把我送进这耻的皇宫里面。你还说一定要我生个儿子，让我把他扶为太子，让整个家族享尽荣华富贵。所以，我只能除掉挡在我面前的所有人。筑墙之内，白骨为基。金玉其外的尊容下，是万千血泪铸就。那些被称作贤良淑德的规训，竟成了悬在女子颈间的利刃。有人借此攀附清源，有人为此癫狂痴我。到头来，皆是困在这无形樊笼里的可怜人罢了。住口！住口！朕岂能容你在这颠倒黑白、胡言乱语？即日起，将宁贵妃褫夺封号，赐针灸自尽。等等，二皇子他没有死。你说什么？他的命保住了。我的皇儿没有死，什么？我的皇儿没有死，什么？给朕拖出去！我的皇儿没有死，什么？我的皇儿没有死，什么事？我的皇儿没有死。
荣色兰，你又立了一功，没让朕失望。谢皇上夸赞，这是奴婢身为医者应该做的。凌霄，事情已经结束，你也该从太医院出来了。臣遵旨。哎呀，完了！咱们之前那样嘲讽宋世子，他肯定不会放过咱们。是啊，谁能想到他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宣平侯世子？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哎，那你看看这个啊。世子殿下，世子殿下，世子殿下，之前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小人不该嘲笑您走后门，实在是罪该万死，还望世子恕罪啊！之前是我们糊涂，不该说您烂泥扶不上墙，请世子殿下恕罪。太活该！让他们听我们的。想让我既往不咎，也不是不行。这样吧，你们今天一整天见到谁都要说一句我是烂泥，我扶不上墙。做到了我就考虑原谅你们。是世子殿下，多谢世子殿下，多谢世子殿下。你看看，我是烂泥，我扶不上墙。我是烂泥，我扶不上墙。烂泥，我扶不上墙。那个，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可是有哪里不对啊？还是被我给迷倒了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，有话要说。我在太医院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，以后我就不能日日待在皇宫了。一路顺风。什么顺风？你就没有别的要对我说的吗？没有啊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宫门应该要落锁了。你是今天就要离宫吗？你就这么希望我离开啊？喂，宋世子，我答应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？你就答应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答应。不知宋世子是否有意中人？若是没有，不如与我定个亲。好啊。不过这般大事，是否应该先知会家中长辈一声啊？家母已过世，我的亲事我自己便能做主。好，那就依你。今日朕要与朱清共享一件喜事，请皇上明示。荣泽兰医术超凡，数次力挽狂澜，救人于危难。不仅将杨医之术发扬光大，传于军中，更是研制出特效药方，造福天下百姓，医德人心兼备，实乃天下医者之楷模。朕决意将荣泽兰封为我大梁国首位女医官。臣领旨，谢皇上隆恩。此外，10年前太后寿宴一案，现已查明，柳氏茯苓对太后的诊治及时妥当，并无差错。朕已下旨恢复其声誉，以正视听。臣谢皇上。
宋爱卿，你是眼巴巴的望着，就这般迫不及待了吗？朕早就听闻你与荣医官情投意合，今日便做个顺水人情，为你们二人赐婚。好，臣谢皇上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观太医院医官荣泽兰妙手仁心，屡解宫闱臣科。宣平侯世子宋凌霄忠勇兼备，二人皆为栋梁之才，情笃意合，实乃天作之合。今依例赐婚，则即日完婚。万二位琴瑟和鸣，共襄家国，钦此。臣谢皇上隆恩。母亲，10年岁月，踽踽独行，女儿尝尽冷眼与刁难，今日终见天光，成为了大梁的首位女医官。首位女医官既是荣耀，更是万千女子破茧的薪火。母亲，女儿做到了，为您洗刷了冤屈，您的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。接下来，女儿该回家清算陈年旧账了。怎么还不来？来了！孽障啊！进了宫就断了6亲，家中几次3番给你送信，你竟敢不闻不问！姐姐好大的架子，竟让全家等你，莫不是进了宫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吧？我当然记得，我今日回来，便是来给你们送一份大礼的。圣旨到，荣泽兰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荣泽兰医术卓绝，德行兼备，特封为大梁首位女医官。臣领旨谢恩。夫人，这另奉圣谕，柳福陵一案冤情尽雪，追封3品书人，4季3升。谢皇上隆恩。如今母亲沉冤得雪，你可有半分忏悔？我有做什么吗？我为何后悔？庄子兰，当真是反了你！就算你做了医官，也是我荣家的女儿，在这府里轮不到教训我。放肆！竟敢对世子妃这般无礼！陛下早有圣谕，荣泽兰指婚宣平侯世子，不久便择吉日完婚。还不跪下！上！荣承德，现在我要你对着母亲的牌位，好好忏悔你当年的过错。我何错之有？荣泽兰，我是你父亲，你怎敢如此对我？这是母亲救治太后时的脉案，
上面清楚记载，母亲的救治之法并无错漏，而你不曾听母亲一句解释，让她含冤而终。你潇洒实在，当真以为母亲的冤魂会放过你？看见了，她就在你面前。即便他是清白的，那又如何？他现在已经死了。荣子兰，你就算再恨我，也是我荣家的女儿，不是他柳家的。这一辈子都要靠着我，靠荣家。如此说来，我还应当感谢你。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对我母亲见死不救，可曾有半点后悔？我没有错，我为何要后悔？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要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荣承德品行不端，窃取柳福陵独创真法，见死不救，致其含冤而逝，恶行昭彰。赐荣承德以死谢罪，以正国法，亲子。那这些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求求你，求求皇上收回生命啊！为父知道错了，为父知道错了，兰儿。兰儿，救救父亲！我是你亲爹呀，兰儿。兰儿，是他，都是这个督府。当年是他听到荣承雪要给你娘治病，跑来给我通风报信。兰儿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兰儿，你同皇上说，把他刺死。对，把他刺死。是他害死的你娘，不是我。兰儿，兰儿，求求你，你竟把当时全部在我身上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不得好死！荣承德，兰儿，不得好死！你去求情啊，兰儿！竟敢这般对我！让皇上求情啊，兰儿！我是你亲爹呀，兰儿！兰儿，不能够把我的死活呀，兰儿！红墙内外，多少女子困于无情枷锁，看似施害者，实则亦为世道所困。张月瑶、荣泽烟之旅，不过是被这世道扭曲的可怜人罢了。但愿有朝一日，闺阁中人能挣脱桎梏，凭己之能，立身于世，不必仰人鼻息，亦能活出朗朗乾坤。
正乃人术，关乎万民康健，为普济苍生，革新医道，特准太医院改制，设悲田院以及困厄。即日起，不论男女，但有岐黄之术，皆可报名。女子也能学医了，还能当医官了。听说啊，这是咱们大梁第1位女医官荣泽兰为我们争取来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希望，我用银针刺破的不只是偏见的枷锁，更是为天下女子一心开一扇门。希望往后的世间，银针不分男女，人数只问苍生。